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米娅今天呢，要帮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即将要降临在你们身边的超级好事是什么哦？属于你们的这个幸运到底是在哪一个方面呢？那我们也要来看一下降临在你们身上的这些机缘啊，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子的改变，会让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更新、提升以及蜕变哦。好，那首先呢，我们帮大家抽一下这个雷诺曼的牌卡，看一下对应一下。好，我们第一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讯息能量。好，6、7、29、27。好，我们先看一下这3张牌哦。好，我们第一张啊是16号的星星牌哦，在这个夜空中闪耀着星星哦。我觉得第一组朋友，你们的灵魂是非常干净、非常纯洁的，因为只有在天空啊，没有光害、没有污染的天空，才可以看到这么多明亮的一个星星。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的灵魂很纯净、很干净、很明亮，而且我觉得你们心中啊自有定见，就是对于很多事情，你们心中是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不大会受到外界人事物的动摇。当然了，如果你听到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话，或者是说呢，别人对你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言语，你们的情绪还是会有一些波动被影响。可是我觉得你们心中很清楚你们自己要去的那个方向。然后我觉得你们身上有一个非常棒的疗愈的能量，这个疗愈的能量是可以让人充满希望，让人去好像很受到鼓舞的感觉。好，第一张牌。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啊，它是一个女人哦。这张牌呢，代表说，我觉得你们的内在的情绪啊，是属于这种比较内敛的。你们是一个比较，就是有很多自己小小的情绪、小小的思绪，然后很多事情其实你们都是会受到情绪所主导，特别是在感情上，我觉得你们非常重感觉、重直觉。然后天生就是比较敏感的一群人，我觉得你们可能个性很多人都是偏比较内向的，然后会有很多心思细腻的一个部分哦。有的人可能你们特别会伤春悲秋，就是你们看到一些电视剧、电影啊，或者是一些好像情节，你们就特别容易被感动，你们特别容易落泪等等的。然后我觉得你们在感情的表达上，特别是在一开始不熟悉的阶段，你们会属于比较观察、比较被动的，然后一直要等到你准备好了，等到你确定真的是这个人可以相信之后，你们才会去打开你们自己。然后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你们比较适合那种，就是这种人比较少，然后比较有品质的这一种谈话。如果是那种太多人或是环境太吵闹的地方，反而会去消耗掉你们的能量哦。好，第二张，接下来看一下第3张牌。27号牌，这一方牌是一封信，然后这封信呢，它没有被拆开哦，而且它是一封已经写完还没有寄出去的信，它的这个封蜡还封得好好的，它是一个没有被拆开的信。那这一张牌它代表的是一个沟通，一个表达。然后我觉得啦，这张牌出现在这里，它其实是代表一个比较私密的、比较亲密的一个内容哦。好，有可能是你们心中有好多的话想要传达给另外一个人哦，但是你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好好的去表达，不知道要怎么去传达，或者是说你跟他就是断联了，所以你只能把你的心意、心思暂时的积压在心里。那另外一个能量呢，就是我觉得很有可能哦，
就是抽到这一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有一个人他正在默默的思念你，他在默默的关注你，他心中有好多话想说，那他心中的话都被封在这一封信中，然后好像都写在信里面，可是这封信看起来他又没有要寄出去，或者是说还没有要寄出去，那我觉得对方心中啊好像他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说，但是他好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适当的时机，或者是一个适当的身份去传达给你。然后我觉得你们在等待的那个讯息啊，他是需要去，就是他怎么说？你们在期待的那个讯息，它是需要去等待的，但是它已经在形成，已经在酝酿了。就是我觉得它的答案已经出现了，只是还没有传递到你这边而已。而且它这个就是传递，确实会需要一些时间，可是最终你们会收到你们想要知道的那个讯息的结果。好，这个是第一组朋友，刚刚帮你们对应一下你们的能量。接下来呢，我们直接抽出神谕卡来进入到我们精彩的部分，来看一下什么样子的超级好事宇宙要给这一组的讯息呢？好，其实就是生命中啊，你们生命周遭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能量哦。有的时候好的能量就出现在你们身边，只是当你好像专注于你内心的某个念头，或是执着在某件事上，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接收到这样子的好运了。所以大家今天呢，如果听到了好关于你们的讯息以及这些好运，千万你们要把它接收下来，好吗？好，这一张北极熊，好，混乱中的冲突跟这个北极熊这张牌，好，这张牌在讲什么呢？这张牌是一张贵人牌，就是这一只比较大的北极熊，它在帮助这只小的北极熊爬到它的背上，让它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然后看得更高。所以这一张牌出现在这边呢，我觉得其实你们呢，你们是那种会让人想要去帮助你的人。然后大家看一下这张牌，这个北极熊它是在这个冰天雪地之中，可是因为北极熊它有这个厚厚的毛，所以它其实是可以生存在这个就是寒冷的环境中。那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生命中可能过去经历了某一个很大的动荡，或者说变动。你们可能在团体中哦，特别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好，团队中的成员、工作上的成员，或是家庭中的成员，会有人让你觉得非常的心累。然后你可能必须要自己去独揽很多很多的工作，有的时候你会因为跟身边的人意见不合，稍微有这种冷战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又觉得你心中的想法好像没有办法被顺利的推动跟顺利的一个接受，所以我觉得这张牌让我觉得你们可能过去啊，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无法改变的一个人际的状况，你们就有一点保持距离，然后你们就想要跟他们隔绝起来。但是呢，这张牌也让我看见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冰天雪地，在这样子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下，你们其实还保持着你们的坚韧，你们还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中继续前进，继续生存下来。所以我这边要说的是，我觉得这个贵人哦，他就是因为看见你的一个特质，他其实看见你眼中其实是有很多的热情，有很多的激情，他看见你们过去的那些努力，看见你们过去的那些积累，所以我觉得他想要来到你身边帮助你。那这个贵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跟你有同质性的贵人。同质性就是说你们可能是在同一个工作领域，或者是说你们有相同的这种学经历背景，或者是说呢，我觉得
你们之前有经历过相同的这个事件，相同的一个重大的事件，然后呢，对方其实已经走过来了，所以他可以成为你的前辈，去提醒你，去帮助你，就是感觉上他是一个比较同质性的贵人，你可以在他身上跟他找到非常多的一个共通点。好，然后接下来这张牌呢是这个好像在混乱中有一些这种冲突的感觉，就是这个斑马它身上的斑纹，好像这个就是它这个怎么说呢？斑马身上的这个斑纹在瓦解，然后瓦解之后，它其实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纹路。那这个是说什么呢？我觉得你们在能量上啊，会有一个很大的蜕变跟更新哦。就是说呢，我觉得你们会去就是过去啊，可能有一个比较重的能量感压在你们身上，就是比较压力吧，比较沉重、比较低沉的能量在你们身上，使你觉得你要做事情的时候很难去突破，或者是说你们在情绪上非常的压抑，你们想要去跟某一个人连接，或是想要去跟某一个人的关系更进一步，但是好像又找不到方法，只能自己在这边默默的好像观察着看着，或者是说自己就是也无能为力的感觉。然后这张牌我看的就是我觉得这张牌的能量是你跟对方之间会有一个新的转换，新的一个突破口。对，这个对应的人啊，可能是你们情感关系中的一个对象，也有可能是你们的同事或者是你们的家人。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关系扭转，有一个转捩点的发生，就是呢，你们也许本来那个连接的桥梁是断的，可是呢，这个能量，这张牌的能量出现之后啊，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桥梁会慢慢的重新被搭建、被拼凑起来。就是呢，过去这些断开的连接啊，会慢慢的归位哦。我觉得你们两个会重新开始，有一个讯息的沟通，有一个疏通。好。也许是从最微小的这种联络开始，可能是双方在网络上的问候，传个图或是点个赞都有可能。然后我觉得这一次的能量的更新啊，必须是先从你做起哦，因为这只斑马就是完完全全它的纹路不一样了。我觉得要达到就是刚刚说的，你跟这个人重新的好像有一个突破口，关系的扭转，必须是从你们自己先做起。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这只斑马它要去掉它原本的这个黑白的纹路，然后新的这个怎么说呢？它新的这个皮肤啊，是这种不一样的花纹。也许你们一开始会不习惯，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自己，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冒险，也是一个挑战哦。你们可以去怎么说？这个变动是不得不，有点像不得不接受，因为它是一个动荡，是一个挑战，降临到你生命中。然后其实你们也因为这样子的动荡、挑战、变动跟变动去成长。我觉得你们在思想上，以及在行为处事上，以及对待感情的方式，还有那个想法、观念上，都会有蛮大的一个更新跟突破。因此啊，那个桥梁又会重新的，你跟对方的那个桥梁又会重新的被连接在一起哦。那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个星星牌啊，其实它也有一个梦想成真的感觉，就是你们现在在期望的事情啊，其实它是会随着时间顺其自然的发生，对，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的牌哦，来帮大家抽出其他的讯息哦，来看一下有什么样子的好事，有什么样子的幸运要降临在第一组呢？第一组的宝贝们哦，好，这张牌出现了哈。好，再抽一张牌。好，我们第一张牌是 Benefactor， 大家看到这一张牌，
其实这一张牌啊，也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跟前面的这个贵人牌，它也有一点对应。可是这一张牌呢，它讲的又更加是在感情层面上的一个给予跟付出哦。然后这张牌非常的这种甜蜜的感觉哦，就是两只在蘑菇里面长着翅膀的这个小老鼠，然后一只应该是国王，一只是皇后，在他们的这个小小的天地中，享受着这个丰盛的食物，还有享受着这种甜蜜的感觉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一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就是在心情上很甜蜜、很浪漫的一个时期耶。觉得你们会遇到一个蛮愿意为你付出的人。好，这个人他有可能就是真的跟你谈恋爱，或者说你的情感对象。那也有可能，我觉得他会是一个默默支持你的这种贵人，就是他会就是在你的感情中穿针引线，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这张牌它就是这张牌宇宙想要告诉你的是说呢，请你们多去看待，就是张开眼睛看一看生命中的美好，并且保持着感恩的态度。就是你越去注意这些生命中正向的事物，其实你的频率就会震动的跟这些，就是你的频率就会跟这些高频的事物对齐，然后你得到的也就越多，你收获的也就越多。然后如果你们先去付出一点点小小的恩惠，就是帮助一些别人，比如说好，最简单的就是你把你的环境，比如说在公领域中你帮忙大家清扫干净，或者是说你举手之劳帮别人拿个东西等等的。好，这些小小的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你对别人的这个善，最后都会以10倍、100倍回到你们的身上。然后这张牌想要告诉你们的是，就是你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可以凭直觉、凭感觉哦，因为这一组你们就是一个感性人、直觉的人呐。然后呢，宇宙告诉你说，相信你的感觉是正确的，只要你喜欢的事情，只要你热情的事情，或者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很平静，你觉得你很温暖，那这就是对的人，或者是说这件事情让你感到热情兴奋，这个就是对的事情。好，宇宙告诉你要凭直觉去做，然后呢，生命中会给你很大的一个回报，很大的一个收获，然后这个收获很多是在感情方面的，在心情方面的，所以我觉得在你们的心情方面呢，将会迎来一个就是有点浪漫、有点甜蜜又充满了期待的这个时光哦。然后我觉得你们身边会是有人陪伴的，他可能就是会跟你一起去约会，或者是说他会跟你共度这种美好的旅行。我觉得你们身边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人，好，来陪伴你，来迎接你们。那我们接下来呢，看到了11号牌哦。这张牌是一个比较沉思的牌哦。它是一个探索内在的牌。其实大家看到应该就是看到一片紫色，然后仔细看的话呢，这边有一些好像水晶的这种东西，亮晶晶的，然后还有很多紫色的光芒，所以它其实这边有一个人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好，人就是在这个烟雾中有一个紫色的这个人像在这里哦。好，这张牌一样是一个往内探寻的牌，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往内探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内在平静会让你的外在的变动降低。当你的内在越平静，其实你的外在、你的感情跟物质生活也会越稳定。然后这张牌呢出现，就是请大家可以去保持内在的
平衡呐，就是在生命中啊，我们都会经历光跟影，就是我们会有光明面跟黑暗面，然后在这两个拉扯的时候，请大家去找到一个平衡。然后这里面的讯息也有大家可以去透过冥想，然后透过沉思来找寻你心中真正的所渴望的那件事情。然后当你开始跟自己对话，当你开始内观，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你要去探索你自己的内在，然后才能够去知道你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知道了你真心所想的，再去跟宇宙下订单。因为有的朋友你会觉得说啊，我之前下了订单，可是宇宙都没有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可是你在下订单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是你真心所想的吗？或者是说呢，你愿意等待这样东西，或者是说这个人，其他的你都不要，还是说你们就是常常跟宇宙下了非常多的订单？那有的时候太多订单，有一些东西会延迟来到，所以呢，宇宙会去把你最渴望、最想要的那一份订单当做是大礼送给你，然后它的排序也会比较优先，所以你们必须要先理清你自己的内心，将你最重要的能量专注在你最想要的事情上哦。好，那来再帮大家抽一下塔罗牌，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幸运哦。Ten of Pentacles 金币牌哦。Six of Wands， 好，再来看一下 Page of Cups，King of Pentacles， 好多金币牌哦。Two of Wands， 好，这边有比较多的是土象的能量，还有火象的能量在里面哦。那出现这么多金币牌啊，我会觉得你们现在所期待的事情，或者说你们现在所担忧的事情，将会越来越趋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在未来这段时间内你们所担忧的，不管是金钱状况，不管是感情状况，我觉得宇宙都会给你一个指引让你知道一个你想要知道的答案，不管是在你的这个金钱层面，或是说在你的关系层面，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可以让你的心情稳定下来的一个讯息哦。因为我觉得有的朋友在这之前呢，你们的心可能比较飘忽不定，比较迷茫，然后还有就是在寻找答案的这个时期。那我们这边出现了这么多金币的这种土元素的能量，我觉得你们过去的那个矛盾跟纠结已经瓦解了，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哦。特别是说，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过去在转换工作上有一些不顺利，或者是说呢，你想要自己创业等等，然后收支还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的话，我觉得你们会随着经验的增加，以及机会的增多，曝光度的增多，或者是说你们有更多呈现自我的机会，而去获得这个实质的金币哦。我觉得这个金币的能量是有的。然后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好运有些朋友是特别会呈现在好像是比较软性的层面。软性的层面就是艺术、沟通、文化、创作，或者是说这种手工艺等等的，就是比较软性方面的，就是表达层面的东西，特别会给你带来你的好运。所以如果过去有一些朋友，你可能尝试的想要去用不同的媒介来表达自己，你们就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好的时间、好的时机可以去展开，因为你内心应该真的有蛮多话想要说的，然后你们其实也有这样子的能量跟能力去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把你的这个爱好
转换成一个实质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别人去接收到你的这个价值，因此你们获得了这些的金币，你获得了这些回报。在这个牌面当中呢，是有这样子的讯息，你们对你们的梦想付诸行动，然后呢，源源不绝的金钱回报会到来。然后权杖六啊，大家看到它是一个凯旋而归，一个胜利的姿态哦。这边有一个桂冠，代表说，我觉得你们即将要达成生命中的某一个里程碑，或者是说你们会得到一个正确的评价，应有的评价，你们会得到一个奖杯。可能你们过去有在人际、在工作、在感情上付出很多，就是你付出很多的那件事情上，我看见你们有一个胜利的感觉，得到好消息的感觉，因为它这张牌是一个比较开心庆祝的场合，我觉得你们可以从这个基础上去往前走，去往前看。这张牌是代表成功的牌，而且它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成功。我觉得有一个给我的感觉是你们的魅力，如果是在感情上，就是你们的魅力哦，已经成功的征服对方的心了，然后你们就是有点在窃喜，很开心的在庆祝自己的胜利的来到。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是你们期待已久的事情，计划很久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呢，还有圣杯侍者跟这个权杖二这两张牌哦。权杖二这张牌啊，它就是这只兔兔哦，它手上摸着一个地球仪，然后呢，有两根就是权杖嘛，它两根树枝，它其实有点像是在十字路口中不知道要往哪里走的感觉。它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然后有一点犹豫不决，就是它就是好像两边都可以选择，但又不知道选哪一边。然后我觉得这张牌啊，其实代表说，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接下来的生命中会面临到一个抉择，就是抉择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可能不知道是要保持现在这个状况，还是你要继续前进，继续去推进某一件事情，或者是说某一段关系。然后另外呢，我还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在感情上会有复数的选择，就是你不知道选择 A 好，还是不知道选择 B 好，或者是说呢，你身边的这个人他会给你很多种选择，或者说比如说你们一起出去玩，你要去日本好，还是你要去英国好，就是我觉得你生命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的机会。但是这个选择虽然很困难，但是呢，这只兔子的表情是很平静的，因为不管选择哪一边都不会威胁到他的一个生活，反而是我觉得他是带着一个好奇轻松的心情去看待这两个选择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结合前面的这一张圣杯侍者就是我觉得你们心中如果有对某一个人有一个执念的话，因为这一张牌大家看到这只兔子一直在好像看着圣杯中的鱼，他们应该是快要亲吻了吧，就是嘴对嘴的感觉。好，就是我觉得你们的心中可能有对于某一个人有一个很多的想念，或者是说想要跟对方有更多的连结哦。那我觉得这个能量啊，是一个相通的能量，是一个双向的能量。就是如果你今天对对方是很多很多的爱，很多很多的喜欢，没有那种怨恨的话，我觉得对方今天回应的这个能量也是很多很多的爱，很多很多的喜欢，没有怨恨。那如果你今天在想起对方的时候，你是有一点不满，然后或者是说觉得他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我很不开心，浪费了我的青春，浪费我的时间，我觉得对方其实会回报同样的能量，会觉得他也很受伤，他也很生气，你做了你对他做的一些事情哦。就是我觉得你跟对方的关系是这种互相交融的一个感觉，你们会就是我觉得你跟这个你心中所有些朋友，如果你心中有执念的这个人，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缘分，或者是说不管是好的缘分坏的缘分，就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连接它是还没有被断开的。那
往好的方面想，大家其实因为刚刚有说过，这个能量是互动的，所以如果你们给出去的能量是正向的，我觉得对方反馈回来的也是善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从过去你跟他的连接的基础上，再去延伸，再去加深，再去给这段感情更多的故事，或者说更多的发展，更多的价值在里面，这个是你们可以去添加的。然后我觉得呢，你们过去曾经在感情中经历的那些问题、矛盾跟纠葛，它是有一个再次被摊开去说明的一个机会。因为这张牌就是鱼跟兔子，眼睛看着眼睛，很直接的去说明心中的内心话。你跟对方可以有开启一个好像新一轮的沟通，把过去那些很纠结的想说不敢说的思绪啊都理清，还有感情中的各种矛盾啊也都可以去讲开。因为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心结被解开了，然后这个水是很顺畅的在流动的，两个人可以很专注着凝视着彼此，而且没有其他人的能量所干扰哦。好，那金币国王啊，在这里哦，他是一个握有权柄的国王。我觉得抽到这一张牌的朋友啊，我可以预见，就是说你们将会有一个事业上具体的一个成就，或者是说生活上的提升，就是生活层面的一个提升哦。我觉得你们会有更高的一个权柄，你们会有更高的话语权。你说的话会在别人心中留下一个重要的影响力，你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那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好像去用你的言语，去用你的行为去影响其他人，或者是说呢，你在团体中本来是一个比较出阶的角色，然后你现在晋升到这种学长姐，或者是说你本来呢是这种约聘人员，你现在转到正职，就是它有一个职位上往上一阶的感觉。那很多人会要去向你学习。那同时啊，金币国王也代表的一些责任的承担，就是权柄，还有必须要去承担一些事情。这些承担是好的，我觉得它是可以去磨练你的。那如果听这一组牌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家庭主妇，或者是说你是在家工作者，你不一定有这种很明确的这种职位上的一个升迁。那我会觉得，如果是在家庭中，你们会就是你们在家人心中的那个重要性会加深。我觉得大家会去尊重你，听你说的话，然后呢，会好像很就是一方面是依赖，一方面也是爱，会给我有这样子很深层连接的感觉。好，那如果是这种自由的工作者的话，我觉得你们会得到很多的机会，你在这个业界会成为小有影响力的人，就是呢，你的口碑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很多人会想要来找你，会想要跟你合作，对。然后呢，我也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即将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可能3个月内你们会迎来人生的一次高峰期。这个高峰期呢，是实质上的，我觉得他会得到一个实质上的，可能是金钱上的回报，或者是说在感情中你们会有一个这种魅力爆棚的时期。你可能会发现很多人有兴趣，很多人想要去靠近你，就是我觉得你们的外在的魅力是随着时间而增长的。然后为什么魅力会增长呢？很重要，刚刚说的，我觉得你们经过了内心的一个反省、沉思跟蜕变之后，找到自己真心所想要的那个东西，或者是说那个方向、那个目标，然后你的心安定下来。你们的心安定下来之后，这边出现的金币国王，其实代表说你们的内在稳定下来之后呢，其实你们外在的这个魅力就是会散发出来，魅力爆棚。
那如果是在稳定恋情中的朋友啊，我会觉得你会想要跟对方一起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哦，然后它是会让你们的感情连结的更好，它是会让你们的感情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如果你们之前就是一直都住在一起啊，我会觉得它是有一个小别胜新婚的能量，重燃爱火的能量。好，那2张权杖牌，2张火元素的牌，我觉得火元素的牌，火的能量很重要，它会帮助你去瓦解、冲散一些你生命中的阻碍，或者说干扰你的人事物。还有这个火元素，我觉得它也可以让你的感情中怎么说呢？充满了激情跟挑战，但是这个激情跟挑战，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刺激，有一点危险，但是最后它会趋于稳定，它会趋于和平，它会达到一个共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确实心情上会有一些起伏，有一些变动。然后有些朋友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谈的感情好像有一点禁忌，然后有一点危险，有一点虐恋嘛。然后常常都会有这种进进退退，或者是说撕裂，就是有一种心会被撕裂的感觉。有些朋友你们过去可能谈这样子的感情哦，好，这些感情的能量啊，到这边我觉得这些火元素，这2张火元素的牌，其实要告诉你说，我觉得你们的内在的力量是可以去掌握住的，就是你们不是受到命运随波逐流的，你内在的力量是可以让你去决定很多事情的。然后又要回到我们第1张的星星牌，其实星星牌就代表着梦想的实现、愿望的实现。所以我刚刚说过，当你们内在啊这张牌哦，这个紫色的火焰、紫色的光芒，你们内在进行了这个沉思之后，你们内在有一个定见定下来之后呢，其实你们的能量会比较和谐哦。那关系是一个系统，当你的能量和谐之后，也会影响到对方，也会让对方的能量有所改变，会让对方对于这段感情、这个关系的看法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大家不要害怕生活中的变动，我觉得在这个变动的背后，宇宙它其实会有一双手，它在保护着你，它在支撑着你。所以你会发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你的工作上啊会更加的顺利，这些小人已经被移开了，然后你的内在的力量会非常的坚韧，会非常的稳固。我觉得因为你们内在的这个坚毅哦，其实你处理问题的时候会变得比较轻松。你过去可能同一个问题你要花10倍的精力去处理，可是现在你只需要1倍，就是用1分的力气就好了。那我觉得过去啊，那种在生活中比较紧绷、紧张以及竞争的那种情绪啊，好，在这些塔罗牌中其实比较没有的，它是一个比较轻松、赢得胜利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期待未来在事业上、在感情上，它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当然，刚刚说过，有些人在感情上他还是会有一些稍微起伏的状态，可是往长远来看呢，它是会给你们心情上是带来比较稳定的、比较轻松的，你们不需要再紧紧去抓住一些什么。而且我觉得，当你们觉得自己快要下沉的时候哦，绝对会有一个像是这种紫色的水晶的力量会去拖住你，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然后啊，我们再来帮大家抽出其他的神谕卡哦。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要给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好，我们感恩宇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牌。公主，羽毛，还有 Lighthouse。好，我们看一下这3张牌哦。
好，那第20号牌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红色头发的女生哦，她正在布置她的这个小小的房间、小小的屋子。然后呢，这个屋子很漂亮，很有她个人的风格，对不对？有这个植物啊，还有贝壳，还有水晶，放着她喜欢的一个东西哦。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具体的来说呢，其实你们也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安放身心。我觉得这个空间感就是你们可以把自己的房间布置的比较舒服、比较温暖，然后放满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充满回忆的东西，尽可能找到一个这样子的空间，让你可以自由的伸展、自由的，好像放松开来，也可以在这样子的环境中进行冥想，然后跟宇宙、跟自我来对话。然后这张牌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去怀疑你自己的价值。因为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应该是蛮容易受到别人的情绪跟言语的能量所影响哦。因为第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过去啊，可能还蛮容易受到别人的这种情绪能量或是言语的能量所影响。但是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其实你就是你，你们真实的这个模样是宇宙最喜欢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也要去原谅一些人，就是你在你生命中出现的人，他可能给你不正确的评价、不好的评价，那是因为他不了解你。还有就是对方也有他本身的课题，他有的时候其实是在对自己生气，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在对你们生气哦。所以呢，我觉得这张牌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生命中会遇到一些否定我们的人哦。但是呢，我们永远都要去相信自己，永远都要去知道自己内在的价值，不管外人对你们的意见是如何。绝对你要给你自己充足的稳定的爱，然后你要对自己有自信，要成为你自己的啦啦队，这是这张牌很重要的讯息，请大家要听进去哦。因为我从牌面上看起来，我觉得你们未来的前途啊，其实是会越走越明亮的。你们很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自己还在一个隧道中看不到出口，可是呢，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隧道前面是有光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去继续前进，继续把握你当下的每一步，继续去累积，继续去相信自己，然后继续去保护自己，继续去爱自己，这样子你们的未来会更加的丰盛哦。好。那我们第2张牌，这个1号的这个公主牌，这张牌虽然是公主，但是它其实里面讲的并不是说要你去当公主。好，这个长发公主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但是这张牌啊，她的这个公主并不是等人家解救的公主，相反的，她其实就是她自己的骑士。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能量真的是很特别，你们可甜可咸，就是说你们可软可硬，你们可以很性感妩媚，就是可以很美丽温柔，然后也可以很坚毅刚强。你们的能量是有这种刚柔并济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被困住在某一个环境，你需要去逃离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拯救自己，你有你自己的力量，可以去突破这个困境。你不需要等待一个好像很迷人的王子，或者说你不需要等待一个外在的力量来解救你。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就有这样子的能力。好，这个公主她在插着她的宝剑，所以她手上其实是有剑有盾牌的。你们其实有很大的力量，而且我觉得这个力量是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加的强大。你可以去完成你之前可能只能去梦想的一个事情哦。我觉得这张牌给我的讯息就是，你们的内在力量远比你们自己现在所认知的更加的强大。然后我觉得这一张牌它也有一个帮助的能量，就是我觉得你们的过去怎么说呢？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接收到来自宇宙，或者说来自你们家族、来自你们家庭的一个帮助的能量哦。这跟前面的这2张牌都蛮像的，一个是这个贵人牌，一个是在感情上给你的这种资源支柱。然后这张牌啊，因为公主她本身呢，她就是有
国王、皇后、公主，它是这样子一个组成元素，所以呢，我觉得，这张牌有代表的是一个传承，你们的某一些特质、某一些传承、某一些经验，其实是来自于你的原生家庭。不管你觉得这个影响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可是我觉得到了今天，到了你成长的这些地步，那些东西都是好的。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一开始出生就接受到来自原生家庭很多很好的资源、金钱啊、学习啊，还有各种观念等等。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它还是在你身上闪闪发亮。那有些朋友，你们可能过去的成长背景是比较辛苦的，然后你是去有很多的动荡跟经历及情绪上的一个磨难。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它已经过去了，而且这些经验变成你身上闪闪发光的一个宝石哦，它也会使你好像内在更加的坚毅，它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感觉。我今天可以跟敌人去厮杀，我今天有能力在战场上拼搏，而同时我也可以回家，就是我可以很优雅、很温柔，我可以去展现那种很可爱、很甜美的那一面。好，如果是男生的话，你们就自己换一个这种名词，或者是说很好相处的那一面。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这个羽毛哦，这张牌是这个三个女巫的感觉。这张牌在说什么呢？这张牌其实有一点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在评断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去好像单看他的言语，或者说单看他所做的事情哦，要结合起来看。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啊，你们过去哦，可能呢一直都需要去很辛苦的在这种工作啊、加班啊，或者是去找一些资源、找客户来去经营你的生活，或者是来努力去发展。你们有时候会不知道你这样子做就是做到底是这么努力的做，到底有没有结果？然后呢，我觉得你们过去内在这些比较让自己压抑下来的能量，必须要被移除。这边讲的是这个羽毛轻飘飘的，为什么这个女生啊可以被这三个女巫这样子好像很轻松的像羽毛一样捧起来？是因为你们必须要去先把内在的杂念哦、负能量去移除。你要相信你自己内在的能力哦，因为我看见你这一组的朋友，真的，你们在过去所付出的那些积累、那些基础上，你们会获得你们的成就哦。有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就是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品牌。那有些朋友，如果你是在学习上，你要考试的话呢，我觉得你们会去取得你心中所想要的某一个资格，或者是说某一个状态等等。就是你们过去认真的付出，那些东西真的都能够去被显化出来。你们都就是终于能够有一种好像苦尽甘来、否极泰来的感觉，所以你们要相信，前提就是你要放下你心中过多的担忧哦，你就是把这些担忧缩小成一个羽毛，轻飘飘的感觉，然后你要去相信，你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是在生活各方各面的。然后我也觉得这张牌它也给我一个团队的感觉，你们有机会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团队，或者说遇到你们生命中的这种灵性的伙伴。有的朋友如果是你们已经这种结婚的话，我觉得有这种新成员会出现。好，可能有人正在备孕，有人想要生小孩，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个团队增加的新成员，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一起共同抚养、共同养一只宠物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会有属于自己的事业伙伴、灵性伙伴，或者是很好的这种家庭伙伴的一个能量哦。那这样子的能量啊，都是要你们先放下对未来的恐惧跟担忧，先放下对关系的恐惧跟担忧开始。其实很多事情啊，
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可怕。就是很多事情啊，船到桥头自然直，那个处理的方法，那个处理的方式，那个解决的方案自然会出现。所以这一组就是我觉得要放下那些压力，然后要去信任你自己跟信任宇宙。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在这张牌中要提醒大家的是，我觉得过去如果你在感情中对于某一个人的离开有一些不理解，或者是说对于某一个人对你说的话，或者是说处理感情的方式你不是很谅解的话，我觉得这张牌也有一种好像你可以去重新认识这个人，或者是重新明白这一个人的感觉。也许你过去有因为原生家庭或是说感情对象对你做一些事情，你觉得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释怀，你觉得很受伤。但是从这张牌中我会觉得说，其实你去宇宙要我们提醒，就是宇宙要提醒你说，其实站在对方的立场，站在对方的那个环境以及他的那个思考模式，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而且我觉得他背后去做这些事情有很多理由，你们是不知道的。就是他有他这么做的理由，他有他离开的理由，或者是说他有说这个话的一个背景、一个情绪，以及他的一个想法跟他的压力在。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无心伤害而造成了伤害。这张牌有告诉你说，其实你们可以去想一想，再对这个人下判断，好像是有一些误会，你对这个人的误会，好，你对这件事情的误会，必须要去被澄清。那这张牌会出现在这边呢，就是要告诉某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的感情相对方，如果你误会他，他很希望可以重新的被你去评价，就是我觉得他希望得到一个正确的评价，他希望他眼中的你不是这么不好的，就是他希望你可以去理解他所做的决定哦，他并不是要伤害你，他也是有他的困难，他有他的处境。我觉得这张牌要传达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最后啊，帮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要相信，你的人生啊是决定权跟选择权在你，你不大需要去受到外在其他人的能量的干扰，或者是说给你出很多主意、很多的意见，因为我觉得凭你们的直觉去做就好了。你们是直觉力很强跟感性很强的一组哦，其实你们有时候相信直觉就可以了。然后同时啊，你们有时候比较容易心软，所以你们也要好像坚持住自己的底线。你要真心去守护，应该说你要尽力去守护你真心所想要的一个东西，并且啊，你们要把你的目标好像牢牢的盯住，你要把你的能量都放在你想要的人事物上，想要的目标上，然后宇宙啊，就是你这样子对宇宙下订单，集中意念去想的话，宇宙它是会给你相对应的回馈跟相对应的回报。你必须要放下你心中的不安，然后真实的去相信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们，不要再胡思乱想，然后放掉太多过多的那种好像不愉快或是过度担忧的那个情绪，尽量正向的去看待人生感情，还有你要用正向的言语来形容你自己跟形容你的生活的处境。那我觉得当你越去这样做的时候啊，其实也是在对你自己的频率做更新跟调频，那你所想要的这个东西其实就会顺其自然，你的那个渴望就会回应到你的生命中。好，你们一定要相信你们是很有力量的，你们可以去做得到，你们是受到祝福的，好吗？
好，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那如果有任何想法的话，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帮我按赞订阅。那我们就祝福第一组的朋友，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首先呢，要一起来帮大家对应一下第二组牌卡你们的一个能量哦。那我们会首先抽出这个雷诺曼的部分，来看一下大家目前的能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9号。5号，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很多你们可能是从事一些跟美啊、艺术啊，或者是跟人沟通相关的工作，或者是说你们本身哦，在外形上、在身体的姿态上是非常非常的诱人的。然后我也觉得你们的这个性魅力、性的吸引力是非常非常的强，而且是一种比较成熟、有魅力的那种能量。因为这个玫瑰它已经是这个花期正盛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含苞待放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魅力是到达顶峰的一个时期，是一种成熟的美。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现在啊，生命中应该会有很多浪漫的事情逐渐的要向你们靠近。那你们也可以啊，利用这个大自然，利用这些花草树木的能量去帮助你做能量的净化。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可能还会想要去学习一些有关于灵性方面，或是有关于美、有关于艺术、有关于这种咨商方面的这种课程，或者是身心灵啊、按摩啊，就是可以助人的这一种行业吧。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想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这两张牌看得出来，你们是有这一方面的特质跟天赋的，所以如果想要当成一个副业是可以的。而且我觉得你们在从事刚刚说的这些灵性啊、疗愈的事物上的时候，其实你们的那个美跟爱会更加的被体现，而且是由内而外的，好像内在心灵是非常的纯净，然后表现在外的就是有一种让人觉得非常的想要去亲近你。你们的这一种美啊，我觉得比较像是内敛而不张扬的，你不会大声的去好像炫耀自己的状态有多好，反而是人家不知不觉经过就闻到这一朵玫瑰，闻到你们身上的芬芳，就想要停下脚步，好好的来看看你，好好的想要来亲近你哦。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相信自己，跟好好的善待自己。我觉得这个能量啊是很重要的，你们要好像去清理一些内在对于自己的怀疑跟恐惧，还有负能量，要以爱跟包容的形式来善待自己。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帮大家抽出神谕卡的部分，看一下这一组的朋友有什么样子的好运、幸运要发生在你们的生命中呢？来看一下。好，这张牌是为什么 ？Why？ 真相大白的意思。好。那这两张牌在说什么呢？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好事发生呢？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过去可能一直在想为什么，就是对于生命中、对于感情中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他要离开？为什么会怎样？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你们可能常常在想某一个问题的答案，或是某一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我觉得你们过去啊花很多时间去思考的那件事情，可能会让你陷入一个谜团或者说迷宫中哦。那这样子的就是思绪不断的在打转的这样子的状态已经要结束了。我觉得你们会突然好像灵光一闪，灵机一动，得到了一个你想要知道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并不是你特意去寻找而来的，我觉得反而是
宇宙给你一个机会去了解、去看见真相的一个来临哦。然后我觉得，如果啊，你们之前啊，曾经哦，在感情上，大家有看到这个猫头鹰，它打开它的心，然后好多的爱心就是这样子飘出来。我觉得，如果你在感情上哦，有跟某一个人吵架，或者是说断联，那因为这边有一个感觉是，你们好像有怎么说呢？你们好像有跟某一个人哦，其实你们还是彼此还爱着对方，彼此还想着对方，但是一些误会、一些隔阂、一些外力的阻碍，你们不得不分开。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对方选择暂时离开，它是一种保护你的方式。他可能觉得当下的这段感情对你而言，对他而言都是会让两个人受伤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过去对某一个人有所误解，或者是说对于他的做法有一些怨恨。这张牌特别指的是感情上，那这张牌就有一种这些误会被解开，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个人的内心摊开来看，心中是有满满的爱的。也有可能是如果是稳定生活的伴侣啊，你可能maybe 你可能对你的这个旁边的这个另外一半，有的时候有一些不满，有一些生气，但是呢，你可能会在某一件事情上发现他其实对你很大方，发现他其实对你很爱，就是很爱你，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对方其实有默默的在做一些计划，有默默的在规划一些事情，也许是他的保险啊、受益人啊，其实是写你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他有默默的在为你的生活或者说其他方面做考量。那这一张牌有一种你终于去明白这个人的真心，你们之前的那些误会啊、纠结，终于被解开的感觉。这个是在爱情上有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好，接下来再帮大家抽出塔罗牌部分哦。隐士牌。圣杯骑士。战车牌。Seven of Swords。愚者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牌在说什么呢？首先呢，我觉得就是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会有一段时光，这个时光是属于你们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光。我觉得如果你们过去一直很忙碌很累的话，接下来你会有一段时间哦，你可以去好好的休息一下。我觉得大概有10天到半个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闲跟空档的时间，你的生命中，就你的生活不再那么忙碌，就是有一些需要你处理的事情消失了，或者是说有一些帮手出现在你生活中，可以去帮忙你，然后你就会有一段时间你是可以好好的去休息一下的。然后我看见在休息的过程中啊，你们可能会去进行一些你们非常有兴趣的事情，非常开心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跟你真实的自我相关的。也许你们会去上一门自己好喜欢的课，或者是去买你自己想要很久的东西等等的，就是看起来在心情上是开心愉快的。那有的朋友看见你们可能会跟你的另外一半好展开一场这种小旅行，或者是说呢，你们会有一场甜蜜的约会等等的。觉得你们这种连接的能量啊，是非常的舒服的，连接到你跟你所爱的人，你跟你所热爱的事情上。那我觉得度过了这样子的一个休息的时期，跟就是充满你，就是你可以去做你热爱的事，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这样一个在忙碌的生活中比较放松的一段时光。然后我们看见了，其实你有一种凯旋归来的感觉，有一个很有自信、很有气场。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一开始看起来你们不是那一种特别张扬、特别想要怎么说呢？就是你不会特别想要去抓住人家眼球的人，你们可能是属于稍微内敛，然后等待别人来发掘。可是我在这边呢，我看见你们有一种心态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你们也知道你自己
其实由内而外都是美的。然后我觉得这里给我的感觉是，你们的内在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前面是已经到达了第一个阶段的绽放，然后这个第二个阶段的绽放哦，它更加的不一样，能量更加的强哦。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绽放，你们是比较这种温和的美的这种不张扬的美，然后我觉得第二个阶段它是一个魅力爆棚的时期，你们会就是脚步走得很快，你们会不停歇的去向前去实行你心中的一些计划，那你们也不会去受到旁边人的能量干扰。就是也许过去在组织中，在生活环境中，有一些人他会闲言闲语，那这个对你们来说，你们是会往心里去，会很困扰的。可是在这边呢，我看见你们本身的力量超强的，就很像那些闲言闲语，那些阻碍就只是地上的一颗小石头，你们轻轻一踩就把它压碎了，所以根本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完全不会影响你的小灰尘哦。这些小人的能量这些不干净的能量就变成一个小灰尘，你轻轻一弹就弹开了。然后我觉得你们这边这张牌是一个很特殊、很有创意的方式，就是也许你过去都是这种比较努力，就是说，你觉得要达成什么目标，就是要付出相对应，很努力才能去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哦。但是这里好 ，Seven of Swords， 我觉得这张牌它比较讲的是创意、特殊的一个达成目标的方式，就是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姿态去达成你的梦想，而且在进行的过程中，你会去排除一些在感情上、在人际上、在事业上对你不真诚的合作伙伴。那这个前提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够爱自己，够相信自己，这个是你们第二次能量的蜕变。然后我觉得这个能量很强哦，它呢是有点像是地基打得非常的稳固，这个扎根扎得很深，所以你们长出来之后呢，它是不会，就是你们发芽之后长出来的那个树木，它是不会被轻易的动摇的。然后我觉得你们呢会好像重新的用新的方式去看待世界，本来对你来说是很忧虑的事情，现在因为你的思维转换，其实你可以发现有一个比较轻松的道路可以去到达。那过去如果你们经历了生命中比较低潮的一个时期，在这个第二阶段的蜕变跟绽放，我看到你们真的是自信满满的回归，你们对于自己是非常相信，也相信你自己是做得到的。我觉得你们真的要去原谅自己，并且善待自己，还有去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感情是什么，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哦。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内心其实是有一个就像战车牌一样，你们的内心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战士，虽然是战士，但是上面是一个长翅膀的小天使的兔子，然后还带着这个花瓣的皇冠，就是你们是可以很优雅的去跟别人战斗，当然你们战斗力很强，但是你们的表情是优雅的，不是狰狞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可以轻松以对生命中的一些难题吧。然后我觉得过去你们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事物真的让你蛮不满，你累积了心里的一些不开心、一些压力、一些愤怒，就是这个能量在第二次的这个绽放中，我觉得它也会被抒发开来。你会可能是你会跟某一个人直白的说出你心中的不满，或者是对于某一个规章、某一个规则，你就是想要去发声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个宣泄出来的能量是好的，感觉出来你们也是蛮有正义感的一组人，你们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跟你自己的一个原则去坚持，所以我觉得真的，你们必须要去回归到自己内心真实的自己，然后去回归到自己内在一个更有能量的一个状态。所以前面这个独处的时期是非常的
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个独处，你跟你自己对话，你跟你自己交流，你去冥想，或者是你让自己放空一段时间，其实你们可以对自己进行一场内在的疗愈，然后这个疗愈完之后，我觉得那个能量会慢慢的恢复，会慢慢的回来，而且很多朋友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在目前呢，已经是处于一个转换时期了，就是即将要进行第二次的生命的绽放，所以你们一定要对自己有强大的信心。如果在这个时候啊，好，你在感情上，在生命上有一些人要妨碍你去做决定，然后要好像去引领你走向其他的方向，变成是他希望的这个模式的话，请你们一定要真正的相信自己，不要让外在的能量去干扰，你要自己去判断，自己去做出那个决定，不管这个决定是往前走或是停下来，你都是要依照你自己的真心去判断的。然后这边呢，我们还出现了0号的愚者牌。好，愚者牌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勇于冒险、勇于接受挑战，而且在变动的环境中适应力是很强的，对生命中的各种新的体验都保持着开放性的态度。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心态上是一个打开的状态，因为过去有的朋友啊，你们可能因为情感上的不如意，导致你们不大那么能够去打开自己的心，或是重新再信任一个人，或者是说对于感情的想法是比较悲观。可是我看到你们第二次绽放的时候，其实你们好像有一种把这些担忧、把这些烦恼、把这些恐惧都放下了，你们想要重新去相信自己，重新去热爱你的生活。那这张牌看得出来，你们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而且你们会依照你们自己的直觉跟勇气来，好像度过生命中的一些波澜。然后在这张牌啊，我也觉得你们可能会有桃花，不止一个的桃花，因为这一张牌感觉得出来是一个很浪漫的很多情的一个体验。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可能会跟不止一个人就是发展出有一点暧昧的情形，或者是说你会跟不止一个人约会、出去玩等等的。好，这个是指单身的朋友。那如果呢是已婚，或者是说已经在一段关系中的话，我会觉得这张牌的解释会变成说，你们可以感受到一个狂热的感情，就是重燃爱火的感觉，不管是由你先发动的，还是由对方先发动的。因为对于有伴侣的朋友来讲，愚者代表的是一个关系新的开始，它代表的是一个重新点燃你们对爱的信心跟热情哦。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的态度会影响到你们的伴侣，他会对这一段关系更加的有信心，以及更加的乐观，而且你们两个会愿意一起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比如说你们两个可能会一起去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探险冒险，或者是两个人共同去学习某一项新的事物等等的都有可能。这张牌充满了这种机会体验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也有可能在旅途中，或者是在这个网络上认识到新的朋友，可以去发展感情对象的朋友。好，我们接下来呢，再从这个地球元素神谕卡来帮第二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还有哪一方面的这个幸运的能量，宇宙要给你们的呢？好，我们第一张牌是雨，第二张牌是太阳。好，那我觉得你们抽到的这两张牌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也是相辅相成的两张牌。好，首先呢，看到雨这张牌哦，我觉得其实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应该可以感觉到你的内在其实是非常丰盛的。那现在啊，宇宙其实告诉你，好像它会给你
一场大雨，这个大雨是让你去洗涤你的心灵的。有些朋友，这个大雨可能是指你们最近刚刚哭过，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情绪，你们想要好好的去宣泄一番。那这样子的宣泄，这样子的哭啊，不是不好的。我觉得宇宙告诉你，它是给你们一次机会，让你可以由内而外做一次彻底的清理。然后有些朋友，我觉得他是做一次彻底的断舍离。在这个大雨中，在这个孤单中，你们去想清楚，你们去想明白，如何呢面对你自己。这个孤单并不代表说你之后的人生呢就是完完全全孤独的，相反的，我觉得这个大雨让你们的内在更加的有魅力，因为这个大雨也代表着滋润。有这场雨下来之后呢，你们的内心就很像是可以去开满了花，因为雨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的来源，它让植物可以生长，它可以去滋养大地，它呢跟这个太阳一样是重要的能量的来源，是这个植物得以生长的一个养分。所以我觉得宇宙给你的这场雨就具体来讲，可能是生活的一次重大的变动，可能是措手不及的改变。可是这些雨落在你身上之后，你会去明白这场雨的一个意义，它是要让你学习独立，让你学习看见你内在的一个丰盈，让你去洗涤，让你去清扫一些不属于你、不服务于你、没有善待你的人事物。然后我觉得这场大雨的这个结果啊，就是这个满山遍野的花开起来了，然后有一大片繁盛的、茂盛的这个绿地出现在你们面前。这个是你内在的能量，这个是你内在长出来的一个样子哦。所以我觉得在大雨中，你们可以去好好欣赏你的美，你们其实是非常有魅力的。在这样子的漂亮的花园中，在这样子漂亮的山野中，其实你们会吸引到跟你相同频率的灵魂。这些人来到你们的生命中，不是为了去拿走你的能量，不是为了去获取你的能量，而是他想要去跟你一起滋养这一片美丽的花圃，去滋养这一片美丽的山林。那我们第二张牌啊，是这个太阳哦，非常非常的亮，这个火焰非常的强哦。那我觉得这张牌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一定要去相信自己的内在，你们的内在就像这个太阳一样，是可以去照耀别人的。我觉得你们其实是非常有光的人，而且你们是可以在黑暗中去照耀别人，是可以让别人来取暖的。只是有些朋友，你们现在如果比较低迷、比较萎靡，你可能没有办法发现自己是会发光的，甚至你没有办法信任自己内在有这么强大的火元素的能量。那我觉得你们可以透过刚刚那张雨的牌，重新的好像洗涤你们的身心灵，重新去擦亮你的双眼，让你重新去看见你内在是非常非常有能量的。那这一张牌的出现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会在这个物质上，在事业上得到一个属于你公平的一个评价，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会得到一个大放异彩的机会哦。那这样子的能量爆发，它会使你获得实际上金钱的一个回报。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过去啊一直不敢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或者是说害怕自己没有实力的话，这一张牌，这个火元素的牌这个太阳牌出现啊，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去相信自己，去放手一搏。你们不要再用太多的这种框架去束缚自己。其实我觉得你们是创造力很强的，你们身上的这个颜色啊，你们的这个灵魂是非常独特、非常美丽，也非常闪耀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你身上很特殊的一个能量哦。你们一定要去张开眼睛，去打开这个眼睛，才会去看见机会。那我觉得这一张太阳的牌啊，
当你们呢完成了这个第二阶段的转化之后，其实会吸引非常多的人向你靠近。那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金钱上，在事业上，这边有一个闪亮亮的感觉，也是会发光的。我觉得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习惯的那个方式去运作你的工作，或者是说你的组织，或者是说你正在想要去通过的某一项考试，就是我觉得你们会用你们与生俱来的方式去燃烧，去点燃这一团火焰，去证明你自己。我觉得你们会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你的道路，在这个道路的最后，宇宙会给你一个奖赏，宇宙会给你一个奖杯。当然在这条路上就是会吸引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真的很欣赏你，他会想要去靠近你，当你的粉丝，当你的啦啦队。那不免也会有遇到一些不好的这种小人，可能是嫉妒你，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担心，因为刚刚说过你们有这个战车牌，它其实是会把这些小人的能量轻易的碾过，轻易的碾碎。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能量就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你们好像没有办法去走一条跟所有人一样的路，因为你们的灵魂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那很多朋友啊，其实你们抽到这一组牌，可能某一方面你算是人生胜利组吧，就是也许你是这种感情的常胜军，或者是说你的这个事业很好，很会赚钱，或者是说呢，你们的这个学历很好，念书很顺，或者是说呢，你的家族是给你有一些这种金钱上的资源。那有一些朋友你是靠着自己这种白手起家打拼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了。就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很特殊的点，是让人去钦佩，去让人去欣赏，去让人去喜欢的。那这样子的独特的魅力啊，是你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说，其实在你们的人生旅途中，从过去到现在，可能就是不时会出现一些打击你的人，或者是会出现一些逆境，可是你们都有办法好好的去将这个逆境去把它排解掉，跟把它转换掉。然后这张牌的出现呢，我也觉得在未来3个月的时间，如果你们在转职的话，你们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去得到一个比原先的工作职位更高，或者是说离你家更近，薪水更高，或者说更符合你兴趣的一个工作。那或者是说呢，如果你过去错过了某一些机会，某一些人，他将会再次回到你们的生命中，然后让你们可以去做一个达成，去做一个成就，不管是在感情上也好，不论是在事业上也好，我都觉得你们会得到属于你的荣耀，会得到属于你的一个掌声。然后你们此刻啊，真的是非常需要去相信自己，去把内心一些不愉快跟不信任还有不安全感，就像下雨一样把它排除掉。好，那最后呢，我帮大家抽出神谕卡的部分，最后的神谕卡，看一下宇宙最后给我们的提示跟祝福好吗？The Tiny House， 这张牌 Star in the Sky， Lay of the Land， Make Gesture。 好，我们看这4张牌哦。好，我们先从这2张牌看起好吗？一张是捕梦网这一张牌，好，很美耶，闪闪发亮的。然后这张牌呢，是来自古代的这个智慧哦，一样有一个很亮的这个火球在背后。好，你们真的是有超多火的能量耶，你看，火的元素。好，你们真的是第2阶段的转化哦，这个转化的力量非常的强，而且一开始我就说过，第2组的你们是受到
祖先所保护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啊，真的要相信你的直觉，因为你的祖先、你的守护灵，他的智慧会透过宇宙的讯息传达给你，也有可能呢会透过这个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你在这个当中感受到能量的律动，然后你会得到一些灵感。我觉得你们必须要多多跟大自然结合，或者是说多去相信，多去倾听你内在的一个直觉。好，你们的祖先其实他会守护你们，他是会去保护你们，他也会把他的一个人生智慧去告诉你们。那这张牌是捕梦网。捕梦网就是可以捕抓好运，可以趋吉避凶。那捕梦网一样代表的是宇宙神明跟祖先对人类的一个保护，对你们的一个保护，会将你们生命中的噩梦恶灵啊都赶走，并且为你们带来好运。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是你们显化能力很强的一段时间，而且你们的祖先、你们的这个守护天使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在默默的去帮助你移开生命中的一个障碍。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时期里啊，我觉得你们可以顺流，就是顺势而为，不要去跟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去做抵抗，去做排斥。因为目前在你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因为你个人的频率所引起的。那发生这些事情，它有它的意义跟道理，还有内在的一个智慧。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去顺流，顺着直觉去做。那你们本身的频率啊，非常的美，然后你们尽量将自己的思想保持在一个比较乐观跟比较高频的状态，其实这样也会吸引更多的好运。你们要去抓住生活中的好运，所以你要打开这张捕梦网，你也要张开眼睛，你也要去看见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美好跟大大小小的幸运。你们本身周遭一定会有这些幸运的事发生，一定会有好运降临。有可能你们是中这种彩票，或者是说呢，生命中啊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缘分，有人介绍了一个还不错可以认识的对象给你，那你心中啊，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对自己设限，你们都可以去试试看，因为你们本身是一个幸运体质吧。我觉得在你们完成了第2次的蜕变之后，真的你们会吸引很多的幸运来到你的生命中。那我觉得你们本身的这个能量，你们本身受到的祝福就是一个最大的幸运。好，所以要相信自己，让自己保持在开心、快乐以及正向的状态。好，这2张牌，好，这个星空。天空中的星星，夜晚天空中的星星，这一张牌哦。我觉得第2组的朋友啊，当你们在晚上去看着天空，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很大的，它是有无限的可能的。而且我觉得当你的内在重新的放空，你们其实就好像回到初心，回到新生儿的一个状态，你其实可以在这样子的状态中，跟你的高我、跟你的指导灵做连接。好，我觉得这种晚上啊，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啊，是非常适合做能量的净化，是适合做深层的清理和疗愈的。然后这一组的这个光芒啊，我觉得就刚刚说的，你们有这个火焰嘛，这个金黄色的光。那我觉得同时啊，你们的内在还有这一种像是这种蓝色啊、紫色的光，这个蓝色跟紫色，我觉得代表说你们本身的灵魂是非常纯净，是非常纯真，是非常透明的，所以你们其实就是有那种，我觉得真的是很灵性的一组朋友诶，透明感这种。怎么说？就是我觉得你们的灵魂好干净、好美哦，晶莹剔透。好，这张牌出现在这里，其实有一种让我感觉你们可以重新回到小孩子这种最初生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可以让你的灵魂再回归沉静透明的一个状态。好，
接下来呢，这一张牌哦，这张牌它在讲的是一个就是重新被组织起来的感觉。好，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啊，你们过去可能就是花了一些时间，然后去蜕变，或者说去达成某一个你想要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啊，其实你们过去所做的这些努力啊，它现在有点像是被很清楚的呈现，还有被很清楚的组织起来。就是也许你过去的那个努力，你可能都会觉得你这边努力一点，然后另外一边再努力一点，有一种就是散落，看不到一个很大的成果。可是这张牌的出现，我觉得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幸运，所有的努力，它会像滚雪球一样，它会酝酿，它会成型。然后这张牌啊，它还有可以指的是这个实质上的一个住所，实质上的这个房屋就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一些人你有在看房子，或者是你一直想要有属于你自己的房子，或者是说你跟你伴侣想要去建立一个家，我觉得这张牌它的这个显化能力非常的强就是呢，你们可以找到实体的家跟心灵意义上的一个家。实体的家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在机缘中去发现一个你真的很喜欢的房子，然后你去把它买下来，或者是说呢，你找到一个心灵意义上的一个家，也许你并没有实质上拥有那个房屋的所有权，可是我会觉得你把这里以及在这个家中的人，让你可以感到安定。我觉得心灵上的家其实更重要，因为代表说你们的生活中会出现跟你可以一起往前行的这个灵性伙伴，然后你们当中会有一种契约，会有一个承诺，你们两个会共同的通往一个爱的道路。那我觉得这一个爱的能量会去弥补你之前内心所匮乏的那个部分，然后它也会让你去发现你自己是有非常多美好跟闪亮的地方的。我觉得你们的能量是即将要跟另外一个更大的这种灵性伙伴做结合。我觉得你们会从过往一个比较纠结跟迷惘的状态，然后走出来，你们会在爱中找到一份安定感跟安全感。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是你们一直以来在等待的一个承诺，在等待的一个未来，所以这个心灵意义上的家是更加的重要。然后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家中啊，看得出来你们蛮有自己的想法，你们可能会对于怎么样子的相处，怎么样子的布置都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然后我觉得这个家真的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一个形式好，就是不是这么的世俗，不是这么的一般。好，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让你自己真正创造出一个踏实感跟安全感的地方，是一个让你可以内在休息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休息充电，然后也可以去彼此滋养。对，这是一张非常棒的牌。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可以帮我按赞、订阅或是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咯。我们下支影片见好吗？拜拜。Hello，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属于你们的幸运好事是会发生在哪一方面、哪一个层面呢？那首先会帮大家抽出雷诺曼牌卡，要一起来看一下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目前的一个讯息的能量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好，首先呢，这个是4号。6号、22号，好，一起来看一下这几张牌。那我们第一张牌抽到的是4号的这个房屋它代表的是一个安全感，代表的是一个家庭。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是不是心中一直很渴望拥有一个属于你们真正的家？
这个真正的家不是说你们现在没有家庭也没有家人，相反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象征，就是我觉得你心里想要找到一个你真正可以回去的地方，回去到那边，回去到这个家是没有批判，是只有全然的爱跟包容的。然后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还就是一直蛮渴望可以找到一个跟你共度余生的人，然后你可以跟他建立起实质意义上的一个家。那这个家对你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而且我觉得你们也是会用心用一辈子去守护你们建构出来的家园。因为这个当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坚固跟稳定，我看到的是一个避难所，我看到的是一个这种避风港，是一个让你觉得当你累了，当你受伤的时候，你可以去休息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很多人应该好像寻寻觅觅的在找寻这样子的一个家，其实你们更想要找的是这个心中的一个安全感，你们想要找的是一个真正可以去倾听你们话，可以去读懂你们的灵魂的人，而且是一个不会伤害你，不会背叛你的人哦。好，是一个可以让你放松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第二张牌啊，抽到的是6号牌，6号牌它代表的是云哦。那我觉得为什么出现在家的旁边嘛？因为它其实有一点，家是一个稳固的感觉，可是云啊又有一种飘忽不定。那在这一张牌中啊，我觉得其实你们虽然心中有向往这样子一个安全稳固的地方，可是很多人目前好像还在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或者是说不知道对于感情，对于未来应该何去何从。你们会觉得生命中好像有非常多的变动性，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有的时候现在做的计划又会有一些突发事故，让你没有办法持续的进行。对，这边出现了这个云啊，有这样子的意思在，就是我觉得好像第三组的朋友，你们觉得事事难以预料，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在心情上、情绪上蛮容易受到外在人事物的影响。那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很开心，但有的时候又会因为外界的事物，就是会很生气或是很郁闷等等的。这张牌给人的感觉就是还在一个迷茫的状态，还没有确定。但是呢，大家不要担心，因为这张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乌云的一个金边。乌云过去之后呢，这个云退去之后，它会是晴朗的天空。所以出现在这边呢，我觉得这个迷茫的状态，这个乌云最终会散去，你们眼前的路啊，会越走越明，越走越亮。所以要相信自己，好吗？然后我们的第三张牌，它是22号牌。22号牌它指的是，一个十字路口，一个交叉路口哦。那我觉得它跟云的意涵作为结合，其实感觉出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目前在心情上真的是比较抱持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面临选择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应该要去哪里，就是你可能有2份工作，你不知道要选哪一份，或者是说，你可能要在决定说你要不要出国念书，或者是说在感情的对象上你是要继续还是要放弃，或者是有的朋友在感情的对象上是有复数以上的选择，所以感觉上这张牌也是带着不确定性，可是同时呢，它也带着机会，因为大家知道出现这张牌代表你们是有选择权的，你们在人生的分岔路口不知道要往哪里走，那代表说其实你们有选择权，你们可以去选择你们所走的路，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不清楚方向，好像是被命运推着走。其实我更看到的是你们内在的一个力量，你们其实是可以去做决定的。而且啊，当你越依照你内在的直觉、你内在的力量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选择出一条对自己更适合以及更好的道路。那从牌面上来看呢，我觉得
很多朋友，你们过去已经通过你个人的努力，在你现有的人生上，其实已经有一些小小的累积，所以在这边你们才会有这个选择。就是我觉得你的努力啊，其实某一方面而言，已经改变了你的命运，那让你的生命的进程中用往下去推展。因为我觉得这一条路再走下去，一样还是会面临交叉路口，还是有选择，但是有选择的情况都是好的，而且我觉得不管选择哪一条路，只要是你真心所想的，最后都会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成功。好，接下来呢，再帮大家抽一下你们的幸运的好事哦。那首先呢，帮大家抽出神谕卡的部分哦，一起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幸运的事情。Beautiful Flex 节目呀，哦，好，那大家有看到这一组牌非常的特别，大家仔细看一下，这边是阳，这边是阴，然后中间是这个积木，它代表一点一滴的累积上来。那我们这边看到的阴阳啊，它是自然界一切的事物或是现象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一个状态哦，像是上下左右男女或者是白天黑夜等等的。那阴阳啊，它看似对立，其实它是互相制约、互相消长，就是他们俩是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那你们这边呢，很妙，就是这两张牌同时出现，这个代表什么呢？我觉得这一组朋友啊，你们的人生的命运啊，人生的轨迹啊，因为你看中间这个不断的构筑的过程，因为透过你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建构，其实已经偏离了原本的一个方向，会往更好的那个路途去迈进。就是我觉得你们已经抓住了生命中的一些机会的绿点，然后呢，改写了你们原本的一个命运哦。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已经透过你们的努力，某一方面而言呢，让你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你看哦，你们这个每一个小小的努力，每一个小小的积累，花时间在那个你们真心所想要的事情上，那个投入其实一格一格就是累积成一个小积木的一个状态。也许你一开始看不到什么成果，可是接下来就像积木一样，它是会累积的，它是会持续发展，它是会越堆越高的。所以看到上面这个女生啊，她其实已经是一个站在高空可以往下看的一个状态，而且她的姿态是非常舒服、非常优雅，是一个很曼妙然后很轻松自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其实你们今天的状态呀，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达到事业上、工作上或是感情上小小的一个成就、一个积累哦，所以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努力而来的。然后这张牌夹在阴跟阳的中间呢，会觉得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转化的力量，它代表的是一个好像平衡跟圆满。你们过去啊，可能曾经在生命中经历过比较大的动荡，像是这种浴火凤凰一样，涅槃重生一样，你们经过了一次几乎快要死透的状态，然后再重生。那我觉得重生之后的你们啊，并不会特别偏向阴，也不会特别偏向阳，而是我觉得你们当中，你们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你们可以找到一个属于你们的情绪的平衡点。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现在看事情会比较豁达，然后也比较能够去以比较高的姿态来看待你现在所处的局面。我觉得你们内心啊，其实会越来越坚定。你对于你的未来，你会自己拟出一个新的方向，然后你自己会去画出一张新的地图。我觉得其实你们很明白你到底应该要往哪边走。虽然我们前面一开始抽到云出来这个分岔路口，可是我觉得这个牌面一出来之后，我觉得你们接下来会越来越清楚你们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前进。
以及你们前进的时候啊，你们需要准备什么知识，携带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你们要不要跟别人同行，其实我觉得你们心中都已经有了明确的打算，也知道应该要如何去做。而现在啊，你们的体内这个阴跟阳的能量啊，是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呢，它虽然有的时候会此消彼长，有的时候阴的能量多一点，阳的能量会少一点，那有的时候会阳的能量多一点，阴的能量少一点。可是最后啊，你们都可以将阴阳调和成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当你们的内在趋于平衡的情况下，其实我看见，不管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下，你的内在的情绪跟心态都不大会受到外在人事物的纷扰所影响，就是我觉得你们心中自有一个定见，你们知道应该要怎么做。那同时啊，我看见的是你们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一个吸引力，那个是一个非常正向的能量。我觉得你们未来对于你所走的路以及你所规划的目标，其实我觉得你们会蛮有行动力，也蛮积极的去执行。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整个蜕变的过程中啊，一路走来真的都是你们就像堆积木一样，一个一个把它堆上去，才可以到达这种好像阴阳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看到这一张牌这个火焰，然后这个水晶球有非常多闪耀的星星其实它在提醒我们说，你的内在其实呢有非常多的宝藏，就是你们的内在有些地方你可能想要去隐藏，或者是有一些记忆，有一些过往你不愿意去提醒，不愿意去被提起的。可是其实这一张牌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的内在小孩他是一个宝藏，他等待你去挖掘，他是非常非常闪耀的一个存在。我觉得你们就是可以像是炼金术师一样，你们可以把内在的宝藏去把它提炼，去把它淬炼，它终究会发出这样子闪耀的光芒的。那我觉得过去那一种比较困顿的能量真的都已经过去了，此刻我看到你们的内心是非常的有定见，然后也是很自由的，因为你知道外在的一些标签，或者说外人的一些言语话语以及其他人的能量是不会再干扰你们的。我觉得你们内心是非常沉稳，知道自己要怎么走，也知道这个走的方向需要什么样子的资源，要如何去获取这些资源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力量。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一起来看一下有什么样子的好事即将要出现在第三组生命中，好吗？好 ，It's Four of Cups， 星星牌 ，Guardian of Cups。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三张牌很美耶，这三张牌。我们出现了幸运星的许愿这一张牌星星牌，然后2张水元素的牌，圣杯牌好，我看到接下来的你们的状态啊，你们属于你们的幸运就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那这个状态是，我觉得你们可以真正有时间、有精力去追寻你真心所想要的那个东西、那个人事物好，我觉得因为这一组的朋友过往可能真的是被很多的能量所干扰，或者是被一些外在事物所纷扰，造成你没有办法集中心力跟自己对话。那现在其实我们看到2张圣杯的牌，它都是一个比较情感层面的牌我觉得你们呢会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刚刚说过，你们已经达到了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而且我觉得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个更加自由自在，像鱼一样悠游在水中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朋友，你会
更往内心去探索。然后我觉得你们是属于你们不大会想要借由别人的力量来帮助你完成梦想，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希望去寻求帮助来获得一些资源，可是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本身就蛮有能力的，你们会想要去靠着你们的双手一步一步的，就像刚刚这个一步一脚印在堆砌起来的过程中，你们会得到你们的成就，你们的满足感，不管是你们的家庭，你们的生活等等的。然后我看见你们会透过一个目标的实现去达到人生中的某一个里程碑。那这个里程碑有点像是小小的奖励你们之后呢，你们又会想要去更加的努力。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越努力就越自由，而且我觉得你们终于可以开始好像看见自己内在的小孩，终于可以去跟他对话，终于可以去爱他，终于可以去用更多的爱来包围自己，终于可以去原谅自己。那有的朋友我看到的是，当你们原谅自己之后，其实你也可以去原谅一些曾经伤害你的人，或者是放下一些过往的不开心的怨恨的事情哦。对你来说呢，就是云淡风轻了，那些事情不会再去影响你，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你们起初先去爱自己，然后你才有能力去释放那些不开心的过往的回忆。因为当你去爱自己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你们真的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状态，感情上的一个自由，身心的一个自由，还包含你人生的这个财务方面的自由，不再会觉得很束缚，你不再觉得绑手绑脚了。好，中间这个星星牌的力量非常的大，我觉得它代表了很多的机会哦。每次抽到星星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期待的感觉，因为星星它代表了新的希望，还有美好的未来。而且这张牌出现的时候，通常都代表说它会比你们期待的更好，就是宇宙所送给你的这个礼物它会比你原先设想的更好，而且有一点像是你们意料之外的那个惊喜哦。那我觉得在你面前会有一条长远的路，然后在这条路上会有很多的机会等着你，所以你要对你的幸运星要有信心。幸运星出现的时候，请你带着乐观来执行你的计划还有你的任务。你们真的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感到开心，可以感到就是可以感到乐观，不管是在爱情生活，或者是说在你的这种事业好，你的学业上，我觉得都是受到幸运星的保护的。而且我觉得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你会感到身边的阻碍一点一点的被宇宙所移除了。当然在新旧能量交替的过程中，有的朋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稍微迷惑的感觉，就是不确定宇宙要给你的究竟是什么，以及你可以跟宇宙拿多少。那有一些朋友确实我看见的是，因为有一些旧的能量还在影响你们，所以你们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感觉，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或者是说有一点不是这么的乐观对于你的未来。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放下心来，因为宇宙对你们有信心，那你们也要相信，把这个不信任的感觉释放出来，好吗？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塔罗牌，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告诉我们？好，我们调出来的牌，世界之轮，这个隐士牌，Ten of Cups， 好，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命运之轮隐士牌跟这个圣杯十。我们这边出现了两个十，命运之轮的十，还有圣杯十的十。那十呢，代表的是圆满，代表的是合一哦。我们看到的命运之轮它其实是一个变动的状态，它还没有停哦，就是最后的结果还没有出现。命运之轮的意思，它其实就是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会不断的在变动。那命运之轮它的意思啊，就象征着这个生命的一个转动。人生呢，无时无刻都在转动，都在变动哦。这个万事万物的能量都是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循环了。那这边出现的这个命运之轮啊，其实代表着变动，但是也代表着稳定，就是你们在这个人事物的这个变动中，仍然可以保持内在的稳定。所以这张牌我觉得其实看得出来的是一样哦，你们内在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力量。有些朋友我看到你们现在呢可能处于一个比较压抑的时期，就是你们可能心中有一种好像被压抑的感觉，想哭又哭不出来的感觉。那我看到其实随着命运之轮的转动，这些东西就已经要被转到下一个时间段，就是新的开始了。你过去那些难过的事情啊，它就是在过去了。我觉得你们现在就好像呢，正在走到隧道的出口，出口前呢是有光的，所以最后那一段最压抑的时期，那个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要度过了。过去之后啊，我看见其实你们会有属于你们的这个命运，而在这个转动的过程中啊，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可以很自由的去应对生命中的各种变化，也不会很受到这些条条框框所影响。因为呢，刚刚说过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就是有一个自由自在的能量，你们心中有自己的定见，知道应该要怎么走。那我觉得你们真的完全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在这个未来不断的转动的命运之轮中，你们的命运会好像不知道何去何从，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隐士这一张牌啊，隐士这一张牌感觉出来你们现在真的是在一个累积的状态，很多人每一天重复的在进行微小的这种事物的累积，或者是你在跟自己进行自我对话，内在的修炼。你每一天呢重复做的那些事情，其实它真的是有力量的，它很微小，可是微小的东西堆积起来，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你们重复的做，重复的实践，其实会被看到的。虽然是隐士啊，虽然在这个黑暗的森林中，但是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发出了一盏光芒？这个真的就是你们内在的光芒。一定必须要特别提醒这一组牌，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真的不知道你们内在是有这样子的力量，很强大、很坚韧的力量。你们可能因为不知道自己内在那么强大，会去拒绝很多的机会，以及很多感情上的新的可能，因为你们怀疑，因为你们不相信，真的会放弃了，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好，你们虽然是有这个隐士的这种气息，可是你们的光啊，真的在这个黑暗的森林中照耀了这一小片天地。而且我觉得你们的光会越来越强，会越来越亮，你们会被越来越多人看到。你们所做的事情哦，是真的能够去打动人心，真的能够去感动人的。会有很多人受到你们能量的吸引，跟你同频的灵魂，真的他非常的想要靠近你们。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必须要专注于你们现在所拥有的那些东西，并且对你所拥有的东西感到感恩。然后呢，你要告诉宇宙你真心所想要的东西。你们其实是有能力自己去牵引这个命运，自己去吸引人生中所想要的人事物，以及人生中的一些机运到来哦。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去增加人生中很多的那个绿点点，就是抓住一次好运，抓住一次机会。你们只要张开眼睛，其实就可以发现。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这个好运真的是在变动中来到，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害怕生活中有一些变动，居住地上的变动，组织的变迁，或者是说呢，你需要去
远渡重洋，开启一个新的事业，或是展开一个新的人生，或是新的学习的旅程，这些变动都是好的，大家真的不要害怕。那我们最后看到圣杯十，圣杯十真的是一张很棒的牌，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然后要相信自己的渴望，你要一遍一遍的告诉自己，自己是值得的，然后你自己是能够幸运，你自己是能够被爱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定要先建立起心中这个可以容纳好运、容纳幸运的空间，还有容纳这个爱的空间。不然的话，好，圣杯十来到你身边，这个五彩缤纷的颜色，好漂亮的颜色，这个十啊，快乐的10个杯子，好。代表说其实你们可以跟对的人在一起，你们可以享受一个很棒的家庭，或者是说跟一群朋友、一群伙伴一起建立事业的感觉，它是一个团队，你们必须要首先要相信自己值得拥有这样子的东西。当对的人、对的团队还有对的工作机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不会去拒绝，因为这一组你们真的是有机会，你们真的是有那个绿点点可以降临到你们人生中，但是很担心你们的就是呢，你们不大愿意去相信这件事情，所以当机会来临了，当合适的对象来临的时候，你们没有办法去享受爱，你们没有办法跟对方展开一个很有活力的互动，或者是说你在跟对方连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释放内心中的恐惧，你没有办法就是好像很无拘束的跟对方的交流，那这其实都会有点像是自己打破了其中一个杯子一样。其实不要这样子，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可以这么圆满、这么和谐的，这个真的是你们应得的，你们要相信，并且把这个好运接收下来，好吗？因为我觉得这个你们能够达到这个状态，真的是你们之前有经历过一些比较辛苦的一些课题，而且这个课题很多时候是一个堆叠一个的，那你们都有能力去把它突破，甚至可以去建构属于自己的一个堡垒。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宇宙要给你的一个奖杯，宇宙要给你一个犒赏，因为你们先前真的非常的努力过了，所以接下来可以享受一些比较轻松的时光。好，我们继续抽牌哦，看一下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告诉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呢？好，掉出来的牌是圣杯6，好，有权杖9。权杖5，然后还有的死神牌。好，看一下这4张牌哦。好，权杖9，权杖5。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真的是那种在你们人生中经过的考验有多大，你得到的回报就有多大。因为我看见很多朋友，你们可能处于一个你觉得就是生命中你必须要用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不能够放松的姿态去应对。就是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是活得比较辛苦的，很多方面啦，我觉得你们都蛮压抑的。然后我觉得你们身上背负了很多，你们就很像是这根权杖上的玫瑰，有一点被困住了，有一点觉得自己动弹不得。可是虽然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看见你们没有放弃，你们还是很努力的开出自己漂亮的玫瑰。所以我就说嘛，你们内在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不管外在有多少荆棘，其实你们都可以开出漂亮的花。然后我觉得你们很多时候啊，就是被很多东西困住了，这是因为你们很想要去付出，你们很想要去给别人一些什么。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幸福去成全别人哦。而且这种想法是一个很隐微的，就是你明明想说我要对自己好，然后我要优先照顾自己，可是当别人跟你请托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利益冲突的时候，你们好像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去维护你自己的那个
利益啊，或是你自己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一组有的时候会很矛盾，明明告诉自己要爱自己，然后要以自己为优先，可是你们心中好像有太多的人事物，太多的这个朋友啊、家人等等，你会去牵挂，你会想要去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不容易去放松的一组人。然后在权杖五这边呢，我真的看见你们呢，就是常常在生命中需要去跨越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摩擦、一些竞争。有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你的在关系中。你好像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或者是说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关系中特别容易被一个比较棘手的感情对象所吸引，或者是说一段这种地下恋情、静静的恋情，或是冒险的恋情所吸引。那真的你就是需要花很多的能力、很多的精神、很多的心力去维系，然后最后又不知道有什么样子的结果。好，但是呢，好，这边我们出现了这个死亡牌，死而复生，就是死而重生、新生的一张牌，还有一个圣杯六这张牌。我觉得其实整体来看，你们过去所做的事情哦，会让你得到一个福报，就是你过去付出的爱，这些东西都会流回到你身上。然后我也看见你们，其实你的笑容、你的身影、你的话语，在很多人的心中都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甚至我觉得你们所说的话、你们所做的事情，某些程度去改变了另外一个人他的人生，或者是说他对人生的看法、他的想法。因为你们的出现，我觉得某一个人他的生命因此而改写、而改变。或者是说他对人生有了不同的看法，是那种更深层次的一个感悟、一个体悟。这张牌让我有这样子的感觉。那接下来的这个死神牌，真的是一个这个像是火凤凰蜕变一样的感觉哦。好，不管你之前经历了什么，我觉得最终你们的人生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状态。你可能真的觉得你前面的日子过得很糟，感情不顺，或者是怎么样，工作不顺等等的，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死透了一样。但是呢，你们会在新生的，而且我觉得新生哦，会长出漂亮的花朵，跟这个权杖九一样，我们都有美丽的花。你们会是那种大家眼中会去羡慕的对象。我觉得你是让大家移不开目光的那个人哦。你们其实内在真的有能力去达成你心中所想的那件事情、那个目标，或者是你的某一项成就。好。那在达成之前，宇宙曾经给你一些课题，但是我相信你们都有办法去完成，而且绝对你们收获的东西会比你想的还要大，因为你们的善良，其实宇宙最后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福报，结合你们之前的这个像积木一样一个一个堆叠上去的努力，真的看见你们过去那个很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那些流泪的那个夜晚啊，真的都已经过去了。接下来蜕变完成之后，你们就可以想象那个蝴蝶的翅膀自由自在飞翔的感觉。好，这张牌呢，黑色的骷髅的手啊，它已经死掉了，但是呢，它会长出新的皮肤，它可以触碰到这个命运的花朵，它可以掌握到命运的要领，它可以去拿到人生中最亮的那个星星。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真的，你们在做的事情啊，不论你觉得它是多么微小的，其实都会对这个世界造成贡献哦。好，因为你们的这个真的砖块是一步一脚印去累积起来，所以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累积的很慢，我都看不见我的未来在哪里，或者说我的感情的未来在哪里呢？其实你们过去所做的那些事情，你的善良其实都会在为你种下福报，最后它会开花结果，出现在你生命中。
我觉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你们其实是可以收获同频的伙伴。这个同频的伙伴包含这个事业上可以跟你合作的对象，或者是如果有朋友你们在经营自媒体、经营品牌的话，我觉得你们的曝光度会增加，你会吸引到一些觉得你就是非常欣赏你这个个人品牌、个人特色的人，然后非常吸引你这样子的风格的人，你们会吸引到跟你同频的人。那感情上的话，我觉得就很像是灵魂伴侣，你会吸引到真心欣赏你这个人、你的思想以及你所做的事情、你的灵魂的这个人。而且我觉得你跟这些同频对象的交流是不需要太多的言语的，有的时候你们可能刚认识却感觉到很熟悉，因为你们是一个灵魂频率的交流，你们这种交流是不需要透过很多的语言的交换就可以去达成的。那我觉得出现在你身边的这个灵魂伴侣啊，或者是说同频率的这些粉丝也好，工作上的合作伙伴也好，朋友也好，他都是你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推手，他是能够去接住你们跟帮助你们的人哦。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要去敞开那些机会，要去抓住生命中出现的那些人事物，它其实呢都是宇宙给你的一些机会。那你们不要对自己的未来啊好像太过的担忧，因为太过担忧的时候，有时候一个好的人或者是说好的机会送到你面前，你们就会想很多，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好的，反而会把它推开。因为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过去真的因为有一些受伤，或者说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造成现在某一方面比较去封闭的状态。然后呢，必须说，我觉得在感情上，你们真的可以去很自在、很自由的去发展，特别是单身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不要设限的去认识人，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这个魅力啊，你只要展现在某一个地方，出现在某一个场合，自然而然你就会吸引同频的人跟你靠近。我觉得他们是会主动过来的，然后会主动去跟你去说他们的一个想法，他对你的一个感情，他对你的一个爱慕哦。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在感情方面，你们反而不需要太过去好像很积极很汲汲营营吧。我觉得你们就是自然的流动出你的魅力，然后在不同的场合间去认识朋友，自然而然同频的朋友，这个你的灵魂伴侣，我觉得他反而会主动去找到你，跟主动去靠近你。你们这边就是自由的呈现自己就好。那如果呢，你们是已经在某一个稳定关系的朋友的话呢，我会觉得两个人的那个状态跟两个人的这个连结啊，也会随着你内在力量的这种改变而变得更稳定。有的人是新生之后呢，我觉得会对自己有更多正面的看法。其实这样子的能量也会影响到跟你处于在同一个系统中的伴侣哦。我看见你跟你这种稳定伴侣，就是稳定关系的伴侣的另外一半，你们呢是能够更加敞开的去说彼此的一个心声的。好，那如果呢，你们现在有一些忘不掉的，好像前男友、前女友、前夫、前妻的这个能量哦。好，如果呢有这种分手断联，然后想忘又忘不掉的人出现在这一组的话，我会说，我觉得你跟对方会做一个重新的连结，这个连结不是复合，就是不是回归到你们原本的状态。我觉得你们不会回归，因为其实你已经重生了，你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能量的你，而且我觉得重生之后的你是非常吸引人的，是非常吸引他的，再加上你们过往的这些美好的回忆啊，我觉得在适合的机缘点上，他看到你好，不管是在网络上，在实体上，实体生活见面，或者是在虚拟的网络中，他看到你的照片、你的动态等等，我觉得他的心中啊
会重新的去产生一个期待，或者是说呢，去想一个可能性、一个机会，重新的跟你连接。那你们重新连接，绝对就不是过往的那个能量，我觉得很像是重新认识彼此的感觉。好，重新回到那一种好像最初的状态，都没有预设立场，然后也都对对方没有很深入的了解的那个状态，重新去认识，重新做一个连接哦，我觉得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好，那这一组的朋友，我真的觉得你们的生命啊，有不断的在向上，不断的上扬，不断的升级的感觉。虽然生命的变动、波动、情绪的这种高低起伏仍然在，可是我觉得事情不断的变化的过程中，你们一直可以保持内心的稳定跟定见。这个是从一开牌到现在都不断强调的事情。我觉得在感情上，你们是非常自由自在、非常浪漫、非常无拘无束的，甚至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你们的感情是有非常浪漫的色彩，甚至有一点那种肉体上的情欲跟激情都是有的，都是可以去被期待的。然后我们最后再来帮大家抽出神谕卡的部分，来看一下宇宙最后给第3组朋友什么样子的祝福跟建议，好吗？好 ，Sunrise Morning， 好可爱的牌 ，Escapist。好，我们来看一下这3张牌哦。好，我们第一张牌是 Sundress， 在冰天雪地之中啊，这个女生呢，她穿着好像夏天的这种洋装哦。好，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其实这张牌也讲的是大家必须要去原谅你自己哦。然后当我们讲到这个疗愈自我的议题啊，或者是说从悲伤中复原的这个议题啊，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去做好，要去爱自己。这个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自己哦。就像刚刚说的，原谅你自己，原谅伤害你的人，这个也不是为别人，是为了你自己。因为当你放下了那些心中的怨恨，或者是心中的某一个执念的时候，其实你就自由了。好，在冰天雪地之中穿的这么少，会不会冷呢？刚刚说过这一组的朋友，我真的觉得一再的重复，你们内在是非常有力量的，而且我觉得你们本身已经达到了某一个状态，就是当你心中专心在那个意念上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你往前所看到的那个目标，不管外在的环境是怎么样，我觉得你们内在都会有非常多的力量可以去使用，可以去执行。所以真的要相信你自己，不管你今天处于什么样子的季节，春夏秋冬，你们的力量完全不会改变。然后请相信自己，你们的整体的状态是随着你们的内心，而不是外在环境所可以去动摇的。其实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很多时候走到现在，你们对于人生已经有某种体悟跟某一种自己的一个定论，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个想法啦。你们其实应该都有很多可以去跟人家分享的经验了。那我觉得你们最棒的地方就是在于你的内在的这个光芒哦，它是可以去影响人，它是可以去感染人的。好，这张牌啊是早晨这个醒来的样子哦。这个女生呢，她的窗户打开是好多好多的鱼哦，然后她呢又是用这个贝壳，是美人鱼公主贝壳作为法式。这张牌在讲什么呢？我觉得这张牌的能量哦非常的好，她在说啊，其实呢，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是非常的珍贵，都是非常的值得被珍惜的。每一天你的时间啊，你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它都是很珍贵的。当你每天早上起床，其实新的一天就开始了。你们真的要去怎么说呢？
很去明白，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再一次的醒来，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时间是宇宙给大家的，不是要让大家去生气或者是吵架或去浪费。我觉得宇宙要告诉你说，他希望你利用你的时间去度过美好的人生，去制造美好的回忆，然后去做一些令你开心的事情哦。宇宙给你这些时间，给你这些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好，就是希望你可以去好好的利用。而且我看见啊，这边有很多鱼，鱼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就是就是物质上的丰富跟一个有选择的空间。这组的朋友，你们对于未来啊，你们其实是有选择的。我觉得你们的未来就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的人生的这种资源，不管是在人际、在感情，或是说在物质、在金钱上，都是属于一个比较丰沛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在你面前呢，其实是有很多条路可以去选择。当你想要的时候，身边也有这个资源是可以供你去调度的。那我觉得有些朋友，如果你目前已经走在某一条道路上，或者说你对于感情已经跟某一个人想要去结合，然后有长远的未来的话呢，其实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你过去的努力所带来的那个收获，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开心愉快的那个状态哦。其实你们的感染力非常的强，好，你们能够去让周遭的整个气氛都被活跃跟活动起来吧。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宇宙真的要告诉你们，你要把你心中的那个爱跟光芒带到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子的能量想要去靠近你，然后你也会可以通过自己散发出来的这些光和爱，其实你也可以收获更多的爱，以及更多的喜悦，更多的愉快在你们的生命中。你们真的是非常有能力的一群人，你们可以去通过自己的手、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规划，去抓住生命中幸运的机会，去为你的人生带来一次的翻转。甚至有的朋友我看到是阶级的翻转，阶级的提高。然后我觉得你们就是因为这张牌的这个牌面的意义，就是一种很充裕、很富足，不管是在时间、金钱，或者是精神，以及这个物质层面上，都是一个很完满而且自由自在的一个状态，是不需要奋力去追逐的。看它打开窗户，就是有很多的鱼，有很多的资源，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宇宙给你们预示的某一个未来的状况哦。好。接下来这一张牌呢，在讲说有一点回家的感觉。每一个人啊，难免都会在生命中遇到低潮的时候，那你可能遇到难过的时候，会很想要找一个地方可以去。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我觉得这非常的呼应哦。一开始我们就抽到这一张房子、房屋的牌，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就是很想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那个家，不是只有那个空壳房子。当然房子这个实体也是很重要，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你们心真正可以安放的地方。然后这边又出现了，我觉得你们有这样子的空间，在未来你有这样子的空间属于你自己的，甚至有些朋友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有了这个空间呢，放满了你喜欢的东西，你可以在这边听音乐，你可以在这边看书，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第一个指的是实体的空间，第二个是我觉得你们会有一段机会是你给你自己的，可能你会去旅行，或者是你会去约会，或者是说你会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到大自然中呢去爬山啊，或者是去运动等等的。好，可以暂时逃离那些让你觉得有压力，让你觉得很多困难的那个环境。我觉得你们可以有余裕去做一个切换。刚刚说过你们是有选择的，生活中有的时候你们需要去负一些责任，就像刚刚的这个权杖9，可是同时你们也是有个余裕，有一个空间让你可以不用一直去面对那些很大的冲突，你是可以
有一个小小的属于自己的空间，有的朋友可能是大大的，好，属于自己的空间，你在那边是可以非常的身心灵都能够放松，都能够感到舒畅的。另外这张牌我也感觉到有一些朋友，你的灵魂伴侣正在靠近你，他就是你好像人生中缺失的某一块拼图哦。他看到你之后，其实他会非常的想要与你同行，因为他跟你的这个振动频率是相似的，然后你们是同类的，他能够读懂你，你也能够读懂他，他会觉得他身边有你的陪伴，然后一定要跟你这样子的人在一起，他才能够感到心安，才能够感到回家的感觉。这个除了爱情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家人的感觉，你跟他有相同的目标，以及对于人生的这个三观是非常相似的。你们除了爱情之外，也是很好的这种伙伴，也有非常坚固的一个友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他会向你走来，他会向你奔驰而来。那你们只要去营造这样子让你舒服的空间，让你可以好像放松的空间，我觉得那个人自然会受到你们能量的吸引，然后向你飞奔而来。如果他看到你的话，如果他还没有看到你，他可能还在寻找的路途上，然后我觉得隐隐约约知道你在这里，因为我觉得你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像回到家一样，可以回到跟自己的对话的当中，那个能量是很强的，而且那个是最真实的你，最真实的你的那个状态才能够吸引跟你同频的灵魂，你的这个灵魂伴侣，你们才能够达成一个完整，才能够达成一个合一。好，那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或是订阅，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